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提着鸡汤给老公送过去，没想到小三也在。我给小三盛了一碗鸡汤，贴心地嘱咐小三好好养胎。对，我主打贤惠之心，主打谁也别想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圆圆，你对我家强子这么好，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圆圆，回头我让强子给你再置办几身好衣服，等你俩出去玩也好好拍几张照片。圆圆，看你这大屁股就是一个好生养的料子。我被嘈杂的说话声吵醒，睁眼看到的就是破破旧旧的土坯房。不过我并不陌生，这不就是我几十年前的新房吗？可是我儿子都30多了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用力拧了一下大腿，刺痛让我清醒。我难道穿越了吗？还是说这30年就是一场梦？环视这一间熟悉的屋子，我的心中感慨万分。上一世我当牛做马，毫无怨言地照顾着他们一家人，即使我拼命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却仍旧是悲惨地度过余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既然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那就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我随即披上衣服出去。树荫下，我婆婆王秀莲冲着刘元谄媚地笑，殷勤得像个孙子。妈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怎么也不通知我呢？我坦然地走到他们身边，丝毫不避讳。上一世古老的训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严格遵守着作为女人的美德，即使我的尊严被践踏，也依旧忍气吞声。王秀莲的表情有一瞬的惊讶，她没想到我如此硬气。看他们不说话，我拉了一把凳子，淡定地坐下，扭头看向刘元。刘元，你自己没有家吗？怎么有事没事老往我家跑呢？林霞，你怎么说话呢？王秀莲瞪着我大喊，下一秒又安抚似的看向刘元。我摇了一下手中的蒲扇，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刘元。夏天的午后，凉风习习，从他身上吹过来阵阵发油的清香，还是茉莉花味道的。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刘元好歹也是个未婚的大姑娘，这总是往咱家跑，不是专门给别人说闲话吗？刘元的脸微微发红，他咬了下嘴唇，一言不发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看上去像个闷葫芦，但却是个隐形炸弹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哪里给你一炮。刘元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提着1斤苹果，怯怯地开口要找他师傅王强。他说王强在工作上帮过他几次，他是来道谢的。单纯的我把他热情地迎进来，做了一桌子好饭招待他。那时我心里只想着，我家王强真是出息了，却没有看懂推杯换盏之间的秋波暗送。王秀莲往地上啐了一声，愤愤地开口，咱老王家连个孙子都没有，这还不够别人说闲话吗？我若有所思地点头。妈的意思是刘元来了家里就有孙子了吗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特地提高了音量，就是为了村头的那几个情报传播者听个清清楚楚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潇洒起身离开，不顾他们2个那震惊又愤怒的眼神。嫁给王强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。那个时候我真心以为我们会幸福一辈子，所以即使在婚前已经感受到了婆婆的难对付和公公的不作为，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跳进了火坑。我的父母羡慕王家的财力，认为我嫁过去至少也会比现在好，但我可怜的父母不会想到，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亲情是多么的淡漠。王强在城郊的厂子里上班，夜不归宿已经是常事。曾经我因为他经常加班而心疼他，
就带着蒸好的花卷和在集市上买的卤菜，千里迢迢赶到他的住处。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地上散落的酒瓶和桌子上剩下的佳肴，还有门外的一双女鞋。那时我只觉这一切都太讽刺。林霞，都几点了还不去做饭，想饿死你老娘啊！王秀莲骂骂咧咧地推开了我的屋门。我斜靠在床头的靠垫上，冷冷开口：想吃你就去做呀。刘元走的时候没扔给你一口饭吃吗？林霞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王强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进来，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站到我面前，面色阴沉。在这个时候回家，想必是小情人在他面前告状了。我抬眼看向王强，他还是我印象中的样子，看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其实做的事情狗屁不如。王强看着我，直愣愣地盯着他，抬手就要打我。我一偏头躲开了。王强，结婚前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打女人的都是没本事的男人。王强一愣，恼羞成怒地瞪着我。我瞪了回去。王强，今天你敢打我一下，信不信我让你家再无安宁之日？王强咻了一声，他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打量和怀疑。王秀莲看着我竟然敢忤逆他的儿子，早就夸张地哭喊了起来：我们老王家真是倒霉呀，娶了个不会生孩子的祖宗，我们老王家真是倒了大霉了呀！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，笑着开口：妈，你们老王家还没开始倒霉呢，这你就受不了了。话音刚落，王秀莲的表情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我看向王强，一字一句的警告：别忘了你现在正在上升期，事情如果闹到单位了，谁都难堪。王强面色铁青，他没想到我对他的工作也有所了解。上一世，王强对他的工作闭口不谈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厂子里担任的是什么职务。而在他被下属坑了之后，却要我拿着礼品挨家挨户地给他求情，为他收拾这个烂摊子。我起身走出家门，深吸一口气，回了娘家。都说女人嫁人之后就没有真正的家了，曾经的我不以为意，而现在走过半生，我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响起了热烈的狗叫声。我推开门，毛毛径自扑到我身上，舔着我的脸。院子里没有开灯，凭借月光，我父母正坐在院子里吃饭。看到我回来，母亲惊讶地起身：小霞，你怎么突然回家了？我眼底突然一片湿润。嫁了人后，即使我与爸妈只隔了一个村，我也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想回来就回来。我看着小院里熟悉的一切，眼泪忍不住翻滚而下。我带着哭腔开口：爸妈，怎么了？小霞，王强又欺负你了吗？父亲皱着眉发问。他向来对王强的所作所为不满意，母亲却用眼神制止了他。小霞呀，夫妻两口子过日子，哪有不生气不吵架的？你呀，脾气太大。王强他在外面工作辛苦，你也得体谅一下。我苦笑了一下，上一世我的父母就是如此这样。母亲觉得我离婚之后日子会更不好过，所以她说哪怕我在王强家受尽了苦楚，我也绝不能离婚。对他们来说，离婚是家丑，这种事情不能发生。上一世我一直怨恨着父母把我送进了火坑，而这一世我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我压抑住了内心翻滚的情绪。爸妈，我没事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。父亲和母亲交换了眼神，最后选择不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从娘家离开。我一直在思考，怎么样才能让王强这一家子罪有应得。路上路过饭店，我停住了脚步，
看着饭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走了进去。上一世只有王强吃独食的份儿，我总是假装不在乎，不想跟他计较。这一世我偏要计较到底。没想到一进去，我就看到了在饭店角落吃饭的王强和王秀莲，以及那个总是看起来楚楚可怜的刘元。真是太好了，这顿饭不用花钱了。王强和王秀莲看到我进去，脸色都变了，只剩下刘元还在低着头娇笑。我拉开凳子坐在王强旁边，挥手把店里的小伙计招过来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一样给我来一份，小份就行。他们已经吃过了。我靠在凳子上点菜，很是镇静，感受到桌子上奇怪的气氛。我看向王强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带着外人出来下馆子了，我跟着吃几口不行吗？刘元又开始了他的表演，他绞着衣角不安地看向王强，王强则用眼神安慰着他。此时饭店里其他客人都朝我们看过来。曾经我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姿态，从不向人诉苦，却没想到我自认为的丑事，正是王秀莲和王强日后夸夸而谈的资本。王秀莲死死地瞪着我，还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，我直接回踢了过去，面上还是笑着对他：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究竟谁是你儿媳妇啊？是我还是这刘元啊？说到后面这几个字时，我转头看向刘元，他头低得快要埋进胸脯里，看着属实尴尬。原来他也有羞耻心啊！王强脸红脖子粗地对我吼：林霞，你说什么呢？刘元和我是清清白白的同事关系。我嗤笑一声，抬头看向他，这男人没有其他本事，在这种时候倒是挺有本事的。我故意扯开嗓子喊：谁家的下属天天往人家家里跑啊，还跟着人家的老公婆子一起出来吃饭，这要是不说，我以为你们三是一家呢。再说王强，你算哪门子的领导啊？成了你爹的光，找了个打杂的职位，还真当真了。王强死死地瞪着我，恨不得把我打死。可我已不是曾经的我现在对他只有厌恶。正好这个时候，小伙计把菜上来了。小伙计的眼神一直打量着我们，神情中充满了八卦的意味。我把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挪到一边，开始品味晚饭。桌子上剩下的3个人黑着脸看着我吃饭，倒是丝毫没有影响我的食欲。我抬头看着王强，王强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会是在其他地方吃饱了吧？刘元终于不堪忍受我的屈辱，起身离开。我看着王强，还打算去追，咽下嘴里的菜。王强，刘元这么大的人了，还需要你把他送回去吗？我抬眼环顾四周八卦的群众，故意说道：这孤男寡女的，多不合适啊！听到我的话，刘元更是脚步加快离开了饭店。看来刚才慢速，他是等着人去追他呢。饭店的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，还不停地朝我们看来。我倒不害臊，毕竟这副20多岁的躯体里面是我那已经饱经沧桑的灵魂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洗漱完直接上床睡觉，并没有给王强打洗脚水和准备明天的衣服。王强被我突如其来的改变吓到了，他出乎意料地向我示好，主动坐到床边跟我说话：小霞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吃了火药了还是？我扭头面向墙，懒得吱声。王强以为我是因为刘元在生气，急忙开口解释：小霞，你也知道，在公司里吗？同事之间打交道很正常的。刘元孤苦伶仃的，我作为公司的老大哥，帮帮他也在情理之中。王强，什么同事得天天上咱家里来呀？再说了，你那公司能算公司吗？你连个正式员工都不是，怎么还成老大了？我的嘲讽
让王强愤怒至极。他最讨厌别人看不起他，尤其是我还是个女人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看我们王家真是把你惯得无法无天了。王强伸手去拽我的衣服，想把我拽起来，我却反手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王强，你要是在单位还想混下去，就不要对我动手动脚。我知道王强不过是个纸老虎，他根本不敢做什么实质的事情，只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下手。前段时间，他公司里面一个男人出轨，还养了私生子。那个男人的老婆直接闹到公司去，最后这个男人在公司也混不下去了。这个男人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更别说王强还只是个临时工。如果我把事情闹开，他绝对不好过。我自然不屑于这种方式，年轻的自尊心在作祟，我不想也不会去那样大喊大叫。更何况父母一直教导我，受了委屈宁可打碎牙往肚子里吞，也不能声张。果不其然，王强听到我的话后不吭声了，随后就默默地去外屋睡觉了。我才不管他，心里只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早上起来，我听到王秀莲在外面跟别人正说着什么，掀开帘子就走了出去。王秀莲看到我，立马闭了嘴，只是扇着蒲扇赶苍蝇。跟他一起说话的张婶看到我，好言相劝道：“小霞呀，你也别一直出去吵吵，你都不知道外人怎么说你们呢。再说了，王强那孩子，我是看着长大的，没啥坏心眼。”我笑着打呵呵，张婶也不是啥坏人，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如此。我也不想误伤了他。看我没说话，王秀莲来劲儿了：“他婶子，你可不心管啊！林霞，快把我老王家拆散了哦！”妈，你怕不是等不及让刘元上门了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我伸着懒腰，脸上还带着和煦的笑。这话一出，张婶和王秀莲都不说话了，只是一个劲地摇着蒲扇。我继续对着张婶说：“张婶啊，你可是不知道，我妈快把人家刘元当成亲媳妇了，又是买衣服，又是给钱的。王强在外面也挣不了多少钱，谁知道妈的钱都是哪来的？”眼看着王秀莲憋红了脸，我没给她机会，继续说：“妈，你也真是的，爸的衣服都破成啥样了，你不给他换一件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老给外人花钱啊？”张婶摇摇头：“秀莲啊，你看你这是干的，这些年家里都是小霞忙里忙外的。”我满意的笑了，对苦难没有反击，别人会以为你是如此心甘情愿的吃苦。王强上班去了，王秀莲也出门唠嗑去了，而王强他爸基本上也不回家，家里终于难得的清静了。突然，我顿觉一阵眩晕感传来，胃里也一阵翻涌。我心里一惊，又算了算日子，心里了然，是的，我怀孕了。上一世就是这样，在刘元和王强他们越来越猖狂的时候，我下定了决心要离婚。可后来为了孩子，我却又选择了忍耐。这个孩子我不会要，既然他没有幸福的家庭，那把他生出来也是一种罪过。随后，我来到王强的公司，刘元正在办公室里忙活，听到动静，他欣喜地抬头：“哥！”看到是我，他又紧紧地抿住了嘴。我推门进去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办公室被刘元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有种家的温馨。刘元，王强呢？我本着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原则，想劝刘元放手，可不成想人家根本就不领情。刘元停下了手中的活，充满敌意地看着我：“王哥有事，不在办公室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刘元，你应该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。”我顿了顿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你还年轻，
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没必要现在就把自己葬送在这里。刘元轻蔑地看着我，此时她已经不再是王强面前的那个乖乖女。嫂子，我和王强是真爱，我知道他不爱你，你在家也不受待见。看着刘元年轻气盛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结婚前，我也自认为我们之间是真爱，但是再真的爱也抵不过生活中的鸡毛蒜皮。刘元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林霞姐，你就放过他吧。王哥说过他只爱我。”我看着他那笃定的样子，知道他已经无可救药。我知道，如果强行去干涉他的因果，日后我也会有一些麻烦。索性倒不如让他吃些苦头。只是想想上一世的经历，我不禁又打了一个寒战。从王强的公司出来，我径直去了医院。这个年代里，医院里多的是堕胎的姑娘。堕胎对于没资格生养的人来说，也的确是最优选择。医生检查完，看着我语重心长的劝告：“你确定要流产吗？这是你的第一胎。”我摸着肚子叹了口气。上一世生他的时候，我险些丢了命，但是后来他却长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不孝子。我不怪他，只怪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。这一世还是不要让他出现了。我对医生坚定地点头，表示确定要流掉这个孩子。现在孩子还小，要流就可以流干净。医生看着我摇了摇头，但还是给我开了药和诊断单，吩咐我去旁边的床上躺着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心里却只觉解脱。这几天也没空折腾了，我得好好休息一下。这几天王强也没回家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我正好趁机在家里好好休养了一番。只是这日，家里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刘元开门见山：“林霞姐，我怀孕了。”我愣住了，这就是历史的相似性吗？林霞姐，我知道你一直生不出孩子，你和王强也不合适，你就把他让给我吧。我笑笑，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我以前的影子。刘元，王强为什么不来？是因为他不敢来吗？刘元张了张嘴：“不是，王哥他有事。”我接着说：“刘元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，甚至他的未来会比我更惨。”刘元被我唬住了，他哑口无言，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。正在这时，王秀莲回来了，她显然没想到刘元也在家里。刘元先发制人：“王姨，我有了啥了？”王秀莲一脸疑问。我冷哼一声：“刘元，你怎么不说清楚？现在知道害羞了，脱裤子的时候咋不知道要脸呢？”妈，刘元怀上你们老王家的孩子了。王秀莲又惊又喜，她可是没想到大孙子会来得这么快。圆圆，啥时候的事儿？强子知道不知道？刘元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我看着眼前母慈女孝的场景，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。随后我又掏出我早已准备好的诊断书：“妈，我也怀孕了，这怎么说呢？”王秀莲一脸不可思议地拿过诊断书，她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，这才确定我是真的怀孕了。哎妈，我们老王家强子真是出息了。我看着王秀莲身后的刘元，他气得快要晕倒了，脸色只不停地变化，下嘴唇被咬得毫无血色。我慢慢张口：“妈，这是不是王强的种？可要认清啊！”王秀莲抬头看我，眼神带着些疑惑。我继续说道：“妈，你们应该清楚我的为人，我天天在家里几乎没出去过。”我径自看向刘元，面上却是一副真心为家庭考虑的样子。有的人能偷一个汉子，谁知道能不能偷2个汉子呢？刘元气愤地指着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才偷人呢！”我努嘴：“谁偷人谁知道。”王秀莲赶紧拉住刘元：“圆圆，
你别置气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别受惊了。我在心里冷哼，王秀莲真以为自己的儿子是皇子啊，还搞上了一夫多妻制，我可不会惯着。晚上王强依旧没回家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他每每隐身。不过，我又怎么可能让他全身而退？不多时，我在家炖了一锅鸡汤，装在保温桶里，带去王强的公司。今天是月末，他们公司应该会做大锅饭吃，这是公司的传统。只是我还没走到公司，远远的就听到了一堆人在嬉笑。王哥是好福气啊，家里有个大的，这里还有个小的。那时刘元也不知道咋地就给你骗走了，让我们兄弟几个都没机会了。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恶心之处，把违背道德底线当成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。女人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玩具。我提着鸡汤放到桌子上，众人瞬间傻了眼。那几个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小兄弟看到我，顿时没了气焰。我扭头看向坐在一起的王强和刘元，心里升起讽刺。王强的表情却依旧带着得意，接着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我还想听听刘元在你们公司有多大能耐呢。小兄弟磕磕绊绊地解释，嫂子，我们跟王哥开玩笑呢，今天我们都喝多了，你别在意。我笑眯眯地打开鸡汤，不作声。小兄弟一看我还带了饭，松了一口气。我就说吧，谁能比得上嫂子贤惠啊？让我们也跟着王哥尝尝嫂子的手艺。我一把把勺子拽走，把鸡汤舀进刘元的碗里。这可不是给你们喝的，你们大家伙还不知道吧？刘元怀上我家王强的孩子了，我特地给他炖的鸡汤补补。餐桌上瞬间鸦雀无声，大家震惊地看向刘元。许久，一个同事缓缓开口：“不是，刘元，你还真当真了呀？大家伙寻思你就是跟王哥玩呢。”一句话把他们这些起哄者撇得干干净净。我看向刘元，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而他身边的王强也面色不佳。我把鸡汤端给刘元，圆圆，你可得好好补补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我家王强工作不容易，全靠你天天来陪他睡呢。我特地咬紧了牙关，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几个字，生怕别人听不清楚。王强站起来，指着我大喊：“林霞，你别瞎说！”我顺手拿起旁边的酒杯就向他泼过去。我有没有瞎说，你自己清楚。周围的同事都在默默吃瓜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牵扯进去这档子烂事。我接着说，王强自从来上班就没有往家里交过一分钱，家里有人来要债，全靠我去给他摆平烂摊子。现在好了，他竟然还在这里找了个小媳妇。林霞姐，王哥不是那样的。刘元也跟着站起来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刘元啊，你倒是不用这么急着叫我姐，国家一夫一妻制，咱俩也成不了姐妹。一句话堵得他说不出来。他靠在王强旁边，俩人像极了一对苦命鸳鸯。眼见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转身就对着院子里所有同事说：“各位，你们今天可都看到了，以后王强再有什么事，你们可别找我，得去找他的新媳妇。”我提着保温桶回家，不顾身后人的反应。不久后，我回了娘家，通知父母关于离婚的事情。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只是隐瞒了怀孕和流产。父亲和母亲沉思良久，不曾开口。他们的思想太过封建，觉得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哭毕，我见他们叹气，就知道二老已经开始动摇了。随后我就去了婚前的屋子睡觉，这里已经变成了杂物房，乱糟糟的。瞧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心中不免酸楚，顿觉长大之后真的只能依靠自己了。不出我的意料，
第二天一大早，王秀莲就带着王强上门了。亲家，亲家，我们来接小霞了。王秀莲拽着不情愿的王强，狠狠掐了他一把。王强此时还在因为昨晚的事情生气，要不是他妈非要来，他肯定也不会来接我。果然，我听到他在小声嘟囔：“妈，林霞有什么好的？圆圆温柔又善良，让她当你儿媳多好。”王秀莲瞪了他一眼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：“你这小子，刘媛再好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她现在能跟你好，以后也能跟别人好。”王秀莲心中的算盘我清楚得很，她无非是想看看谁才能生出儿子来。我父母早早就下地去了，此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王秀莲看到我，急忙笑着迎上来：“小霞呀，你跟强子只是小吵小闹，开玩笑，还回娘家干啥？不给人看笑话呀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没有接话。现在知道丢人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王秀莲又接着说：“走吧，小霞，跟妈回家去。”妈，我回去可以，但必须让刘媛走。王强急躁地开口：“林霞，你为难刘媛干什么？那你找刘媛去呗，找我干什么？”我满不在乎地开口：“两个人相爱的时候，怎么样都行。等日后他真跟刘媛过起了日子，少不了鸡毛蒜皮的麻烦。朱砂痣终究会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。”王秀莲笑着拉着我：“小霞，你看你这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回家好好养胎，有妈在，我肯定不能让刘媛进家门。”我甩手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妈，我不用养胎了。那天刘媛找上家来，当晚我就见红了。”王秀莲的脸顿时变得僵硬，王强也瞪大了双眼：“林霞，你怀孕了，怎么不早说呀？”我耸耸肩：“看来你的亲娘和新媳妇没有告诉你，不过现在孩子已经没了。”王强呆住了。我知道王秀莲不告诉他我怀孕了，就是想要同时吊着我和刘媛两个人。现在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把王强和王秀莲赶出家门，最后说道：“下星期一你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，我们去县里办离婚。现在我已经没有孩子了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强留我。”此刻我只觉心中一阵轻松，仿佛即将迎来新生。办离婚前，我去王强家里收拾了东西。婚前我攒了一些钱，还没花完，足够我去外面租个房子住一段时间。我不信我有手有脚，还能被活活饿死。张婶坐在门口的大柳树下乘凉，看到我回来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小霞呀，你回来了。”我就说：“夫妻床头吵架，床尾和吧。”张婶，王强他妈没有跟你说吗？我要和王强离婚了，他要娶刘媛进门呢。我顺势坐在他旁边，开始了表演。我梨花带雨地讲述了自己怎么被他们一家欺负到流产的事情。说到最后，张婶的眼眶竟湿润了，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：“小霞呀，你真是受苦了。”我用力地点点头，心里带着一丝窃喜。张婶是有名的大嘴巴，想必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村子。回到家，我才发现刘媛早就已经住进来了。这女人可真是不害臊呢。王秀莲坐在藤椅上嗑瓜子，瓜子皮随意地扔飞到地上。刘媛敢怒不敢言，只乖乖地扫着地上的狼藉。我无视两个人，径直进屋收拾东西。刘媛看到我，指着我就骂：“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来我家干什么？”我感到可笑。我和王强还没离婚呢，你倒是上赶着住进来了。王秀莲心里对我有愧，也没吱声。我看着刘媛那灰头土脸的样子：“刘媛，你还是小心点吧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你可不能断了老王家的种。你瞎说你，我还能生？
谁跟你一个贱人一样？我看着她，再也不是王强口中那个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了，不禁冷笑。这才哪儿跟哪儿，日后有的他受。刘源，要不是你，王强现在已经有媳妇有孩子了，也不会落人画饼。我看了一眼王秀莲，她脸色微变，用力地把瓜子皮扔在地上。刘源不敢吭声，只能乖乖继续打扫。和王强离婚的这一天，出乎意料的顺利。我拿着离婚证，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。王强看着我的样子，苦笑了一下。林霞，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吗？王强，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我对他翻了个白眼，他叹了一口气。林霞，我现在工作也快没了，你帮我去公司说一声，就说我们是自愿离婚的。我凭什么去帮你？你跟刘源搞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今天吗？我毫不留情地拒绝。王强仅仅是丢了工作，比起我那痛苦又漫长的人生，这算什么？看我想走，他立刻拽着我的胳膊。林霞，现在刘源也怀孕了，家里没钱真的不行。我反手招呼门口的保安，保安，有人抢劫。眼看着保安向我们走来，王强才不情愿地松了手。瞧着他那吃瘪的样子，我心中别提有多爽快。王强他爹也在那个公司里，这件事也对他造成了影响。老王辛苦了一辈子，给小王谋了个工作，没想到没出息的小王还把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弄丢了。现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在议论老王家，这让王强他爹丢尽了脸。办完离婚证回去的路上，我意外遇到了刘源，只是现在的刘源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精致，他变成了曾经的我，更变成了黄脸婆。刘源看到我，忍不住开口喊着我：“林霞姐！”我摆摆手，说什么呢？谁是你姐呀？现在家里只有你一个喽。林霞，你帮帮王哥吧，家里好几口等着吃饭呢。他脸色卑微的祈求。我笑笑，刘源，你不是真爱他吗？那你就跟他去过穷日子吧。难道王强没有钱，你就不爱他了吗？刘源又紧紧地抿住嘴，和当初依偎在王强身边的模样一样。林霞，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。你好歹以前也跟王强是一家人，你忍心看着他这么为难吗？刘源，我看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你知道公司里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？我看你的工作也快保不住了。刘源的脸色顿时煞白，却还是硬气的反击：你管别人是怎么说我的，我又没做什么。我忍不住噗呲一声，你还真上纲上线了，当个小三挺光荣哈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不再给他任何反驳的机会。我爸妈对我的做法虽然没有表示支持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他们除了感慨我命运多舛，倒也没有多言。我在家待了2天，就选择了南下打工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我不去追求诗和远方，我只求自己从此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春节回家的时候，我在路上偶遇了刘源，他挺着个大肚子，头发干枯，手指也不似从前那般纤细。仅仅1年的时间，她就不再是那个娇滴滴的小女孩。可见黄脸婆不是一种命运，而是一种处境。她在路边的小摊上选着给小孩做衣服的布料，我只远远地看了她一眼，就知道她过得并不好。我没有靠近她，同为女人的同情心让我不想再去嘲笑她。听说王强也下岗再就业了，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，挣的钱不多，但是符合他好吃懒做的本性。再后来，刘源第1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王秀莲更是没给过他一个好脸。不过，刘源可不是个示弱的主，更不会像我从前那般顺从。
王秀莲整天哭天喊地，诉说着命运不公，岂不知对我来说，这是对他们一家最好的报应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送儿子去补习班时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只会洗衣服做饭，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培养好我？”我想解释，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是说没生下他之前，我也曾有学历、有能力，甚至工资比他爸爸还要高。想了一整天后，我决定纠正这一错误。可儿子却冷嘲热讽：“你不会要离婚吧？没有我爸，谁愿意养你啊？”沉默片刻，我轻轻开口：“对，我要离婚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车子、房子归我，儿子归你。”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对老公说：“家里的生活费马上不够了，让他给我拿点钱。”老公还没开口，儿子便抢着说：“你这个月都管我爸要几次钱了？我爸最近生意不好，我让他给我买的限量款赛车他都还没钱给我买，你倒是每天在家白吃白喝的，少买点你那化妆品和衣服，这钱不就都有了吗？”老公和婆婆在一旁沉默不语，我愣住了，放下筷子，仔细地盯着儿子看。他满脸嫌弃的表情，我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一瞬间，我打算带他脱离苦海的心有些动摇了。几个月前，我发现老公有了小三，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接下来老公会越看我越厌烦。然后在小三的怂恿下，他们情正浓时，老公和我提出离婚。唯一不确定的是，老公对我的情分有多少？他会让我净身出户，还是留给我点钱？但这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因为我打算先发制人，收集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掌握主动权，和他谈判。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从他出轨的那一刻，我对他的情分便一分不剩了。这些年的同甘共苦，相互扶持，既然他都忘记了，那也别怪我心狠。唯一的变数就是儿子。本来我打算带他一起走，可今天饭桌上他的话像当头棒喝一般，扪心自问，我这个母亲做的没有100分也有90分。我每天任劳任怨，照顾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，尤其是儿子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，我都是亲力亲为，每天事无巨细地照顾他，从1日3餐到安排他上学上辅导班。老公甚至一次都没有给儿子开过家长会，而末了，儿子却站在老公那边，嫌弃地指责我不赚钱，还乱花钱。老公出轨有了小三，婆婆就更不用说了，她一直不待见我。我不由得想，这些年的辛苦付出，我到底得到了什么？我突然有些替自己不值。如果最后是这样的结局，那我也要像他们一样，自私地为自己争一争了。第2天是周一，这天儿子的闹钟响了好久以后，我都没有进去叫他起床。每次早上叫儿子起床，都要费我好大力气。他有严重的起床气，每次都是把气撒在我身上。之前我觉得他上学辛苦，于是忍了下来。这次我不想忍了。早上8点，儿子还没起来，而我已经换好衣服，准备一会儿的入职面试。尖叫声从儿子的房间响起。8点了，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他出来冲我激动地怒吼道。我皱了皱眉，闹钟在你的房间响了很多次，都被你按掉了，难道每天都要我亲自去叫你起床吗？闹钟是个摆设吗？没有以往的为了照顾他上学的心情而哄着他。我严厉的话语让他愣住了。那你快点送我去上学。儿子悻悻地说，今天我要上班没时间，你让你奶奶或者爸爸送你去上学。说完，我便背包走出了家门。
没再管这3个人。恭喜你通过面试，明天就可以正式来我们公司报道。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。我走出公司大门，仰头看着这几10层高的写字楼。如果10几年的家庭主妇生活最后对我的宣告是失败的结局，那么我就换一个战场，继续努力生存。晚上回到家，果然等待着我的是一堆指责。不是我说小鱼呀，你现在的任务不就是把子晨照顾好吗？怎么今天还能让他迟到啊？婆婆清了清嗓子，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儿子看有奶奶给他撑腰，有了跟我叫板的底气。我今天去学校挨了老师好大的批评，都怪你。你有什么工作要去上？你的工作不就是照顾好我，照顾好这一大家子人吗？儿子理直气壮地说。我真的有些失望了。我听出来了，在儿子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保姆，可保姆都能每月领工资，而我要点钱还要受气。我平静地说，我是你妈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还知道你是我妈？你是我妈，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不叫我起床？眼睁睁看我迟到，还不送我去学校？儿子激动地说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旁我的老公陶旭安便接过话。徐子瑜，当初说好的我主外你主内，现在你是怎么回事？饭也不做，家务也不做，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。今天早上还是我早起送儿子上的学，这一天工作都没精神。你儿子说我在家白吃白喝，净花你的钱，所以我决定了出去找工作。从今以后家里的事不要再来找我。我打断陶旭安那些恶心人的话说道。这3个人听了我的话都愣住了。陶旭安率先反应过来，面色不愉地说，我说你在搞什么？你至于跟你儿子说的话生气吗？你还真当真了。还有你已经这么多年没工作过了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工作？别闹了，安心照顾家里。我冷静地说，我没闹，工作我已经找到了，明天我就去上班。还有，陶子晨不只是我的儿子，也是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，以后不要指望我了，我很忙。说完我就回屋了，不理会婆婆在我儿子耳边嘀嘀咕咕说着关于我的坏话。儿子不忿的表情，还有陶旭安气急败坏的那张脸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还没完全放弃儿子。我想，如果把他扔给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爹和愚蠢顽固的奶奶，再加上还不知道什么品性的后妈，他这一辈子怕是都要走歪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怀胎9月辛苦生下的儿子，我亲手拉扯10多年把他养大的儿子，竟然管一个小三亲热的叫妈。儿子补课班的老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陶子晨总是在我送他进到班上走了之后，跟一个自称是他姐姐的人走了，这几次一直没上课。我查了监控，发现那个女人就是陶旭安的小三。我真的怒了，他把陶旭安抢走就算了，但他不该手伸的那么长，动我的儿子。于是又一次上课时，我把陶子晨送到补课班后没有走，而是在角落里等着。真被我等到了。我跟着那女人和陶子晨，看着我儿子亲热地挽着那女人的胳膊，抬头冲她笑着说一堆班里的琐事。这些都是我不曾拥有的。每次我和儿子走到街上，他都会离我几步远，逛得久了便会不耐烦。至于跟我分享班级里发生的事，更是从小学之后就不再有了。我看着他们进了游戏厅，买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玩具，然后进到我老公给这小三买的公寓里。我在楼下做了很多次深呼吸，终于决定上去。小三打开门，我听见里面我的儿子冲他喊：“小月妈妈，是谁敲门呀？是我爸爸吗？”那一刻我如坠冰窟，
我的儿子管小三叫妈，还是在我儿子知道那是他爸爸养的小三的情况下。我进屋，看见他们一起拼的乐高摆放在一个大桌子上，我怒了，一把挥到那些乐高上，凌乱散落在地的乐高积木就像我碎掉的心掉在地上。儿子冲我尖叫吼道：“你这个疯女人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些乐高是我和小月妈妈拼了1个星期才辛辛苦苦拼好的，你凭什么推翻它们？”我没有理他，转身对小三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你凭什么带他逃辅导班？”小三不愧是小三，几句话就楚楚可怜地把自己放在被害人的位置上。我只是看子晨太累了，每天除了上学还要上那么多补课班，我想让他放松一下。而真正让我心寒的是，我尽心尽力养了儿子10多年，结果换来的是我儿子陶子晨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埋怨。他站在他爸爸那边也就算了，毕竟有血缘关系在，可这小三从伦理道德上讲就是错误的，他竟然也能跟他统一战线，转过头来对付我这个亲妈。而那小三只不过长得年轻好看，给他买了几次玩具，带他逃了几次辅导班，他就死心塌地跟在他身后叫妈。没等我说话，陶子晨就拉着那小三的胳膊，用仇恨似的目光看着我：“小月妈妈，我们走，去找爸爸，别管这个疯女人。”我闭了闭眼睛，压下眼角的泪水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，和你爸的小三走，我就不再是你妈，你以后就管那个小三叫妈。”儿子看着我认真的脸色，犹豫了一下，但他看了看拼好的乐高被我弄乱，又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宁愿没有你这样的妈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不想上那些讨厌的辅导班，我想玩的游戏机和玩具你从来都没有给我买过。我们班别的同学都有手机，就我没有。要是小月妈妈是我的亲生妈妈就好了，她对我那么好，才不像你一样。那给她上的辅导班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托了好几层关系才让她进去的，多少人想上都上不了。她现在初3，还有不到半年就中考，人生这么关键的节点，我怎么可能让她把时间浪费在游戏和玩具上？还有手机，如果不是我看着，她怕是早就像他们班的大部分孩子一样，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，或者因为沉迷手机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可没想到我的用心良苦，对他的前途未来负责，都是我自以为是的为他好。在他眼里，这些都是我逼他的，为此他宁愿没有我这个妈，甚至还认小三当妈。这些话我永远也不打算对他说。如果现在已经15岁的他对最基本的是非黑白、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正确与否都不分的话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看着他因为激动有些泛红还发油的脸庞，一瞬间好像不认识他了。从那个小奶娃娃张着手说妈妈抱，到现在我们之间好似仇人一般，他是什么时候长成了这样自私、贪婪还愚蠢？我闭了闭眼，我知道这儿子算是养废了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都抵不过他爸爸留给他的劣等基因，以及他这个人天生自带的白眼狼属性。我平复了下心情，回到家收拾了一下这几个月准备好的材料。我不打算等了，再多待在这个家里1秒，我怕是都会被恶心的吐出来。今天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陶旭安肯定也知道了。他知道，我知道他出轨了，正好就趁着这个机会离婚吧。婆婆一看我回到家，就开始阴阳怪气。哎呦，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能耐，
这些年还不是靠我儿子养着你，你才能过得这么潇洒，什么也不用管。絮絮叨叨的话我懒得听，也不愿意与他多费口舌，用力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间门。婆婆被我关门声音吓得一顿，没再念叨。陶旭安回到家，他已经知道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了小三，回家也不打算装了，居高临下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再辩解什么，离婚吧，财产28分，你2我8，房子是我买的归我，你搬出去，车子你可以开走1辆，至于儿子你想要就归你。听到这句话我明白了，那小三也怀了他的孩子，否则他怎么可能把儿子给我？但他竟然有脸说出前面的条件。当初我和他一起在同一个公司工作，我的职位甚至还比他高上一点，赚的钱也比他多。是后来我怀孕了，陶旭安跪下来求我把工作辞了，安心照顾家里，还发誓说一辈子养我，我不得已才同意的。如今我是个家庭主妇，他倒是嫌弃我不会赚钱了。我听着他的离婚条件，心里一直冷笑，甩给他一份他婚内出轨的证据，照着专业律师给我提供的建议，对他说，你婚内出轨，给我净身出户，房子车子财产都归我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，你可真敢要，什么都归你，那我有什么？儿子给你。我冷静快速地说。他愣住了，似是不理解我说的话，你连儿子都不要了？转而又说，这些财产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打拼赚下来的，凭什么都归你？凭你婚内出轨？只一句话，他便噎住了。我不可能按你说的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条件吧。他又冷静下来说道，那好，如果你继续坚持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出轨这些破事捅得尽人皆知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公司会不会收你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员工。我回复道。他见在我这来硬的讨不到好，又放软了语气，我们好歹多年夫妻情分，才有的子晨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真的忍心吗？说出去对我们名声都不好听啊！现在跟我谈夫妻情分了，刚才提出那么尖酸刻薄的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，你可没顾及我们的夫妻情分。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吧。我再重申一遍，你净身出户，然后儿子归你。说完这句话，没理陶旭安咬牙切齿的脸庞。我收拾东西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儿子坐在沙发上玩着小三给他买的游戏机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他切了一声，小声嘀咕，没有我爸的钱，看你怎么活。我看着他，心已经不会痛了。我已经能预想到他今后戴着沉重的近视眼镜，满脸爆痘，驼着背的样子了。婆婆冷言冷语道，走了好哦，这个家终于清静了。我关上门，笑了一下，但愿这个家往后真的会清静。我回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家，没忍住哭了。我们3个人抱在一起，痛哭了一晚上。妈妈哽咽地说，回来好啊，回来就不用在那个家里受气了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。第2天便是我的新生，舅舅一家之前出了车祸，人没了，留下一个外甥，现在由我父母照看着。小男孩已经10多岁，跟陶子晨差不多大，都是马上要中考了，但他看着怯生生的，很可怜，与陶子晨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很不同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，我是你的小姑呀，以后你需要什么就尽管来找我好吗？男孩抿了抿嘴，用力点了点头，小姑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恶心的家里待久了，我竟然从这都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离婚后，陶旭安带着他妈和陶子晨搬到了一个小房子里，还把那个小三也领了过去。2人光速领证，但不久矛盾便爆发了。
小三仗着自己怀孕，什么活也不干，每天指使陶旭安他妈干这干那。而陶旭安最近在公司里有些焦头烂额，他已经没心思管家里的事情了。陶旭安他妈在小三的搓磨下累病了，进了医院。陶旭安让小三去照顾，小三又楚楚可怜地说：“我自己现在怀着孕，都没人照顾我怎么去医院照顾你妈呀？”没办法，陶旭安只能亲自去医院照顾他妈。与此同时，我停了陶子晨的补课班，正值初三中考冲刺关键时期，不止陶子晨要中考，我家里还有一位听话的、懂得知恩图报的小朋友要中考。陶子晨不是不愿意上那个别人想上都没得上的补课班吗？那就别上了。我把陶子晨的名字划掉了，换上我外甥的名字。陶子晨没有我的监督，竟然还按时来上了补课班。只不过这次他被拦住了，他在门外大喊：“我妈给我交了1学期的费用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呵，这个时候当我是他妈了。老师拦住他：“你妈妈说尊重你的意愿，你已经不需要上这个补习班了，费用转到卢家阳名下了。”卢家阳，那不是我那个堂弟吗？切，我妈可真有意思，不给自己亲生儿子花钱，反倒给别人家养孩子，到最后还不是得求着我给他养老送终。还好我跟的是我爸。又对着老师说：“你等着，我爸最近不在家，但是我去找我小妈，我很快就能交上钱了，给我留着位置。”说完便跑了。我在旁边看着全程，然后轻笑了一声。小三给他花的钱不都是他爸给的吗？我倒要看看他爸没钱的时候，小三还会不会表面功夫做得这么好。陶旭安他妈出院回家了，他们家里的矛盾再次升级。她原本就是个刁钻的老太婆，也就是我性子好，容忍她每天颐指气使地指使我干这干那。还有结婚了还跟对方妈妈住在一起的情况属实少有，但陶旭安家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我都有些忍受不了。和陶旭安说了好多次，那小三怎么可能会忍？更何况房子又比我当时住的那间还要小。一天上班，我经过他们新搬的家时，陶旭安他妈就在门外坐着大吵大闹。哎呦，我儿子这新娶的媳妇啊，每天趁我儿子不在家就搓磨我。我这刚出院回来就指使我干一堆活，还在我儿子旁边吹枕旁风啊，说要把我赶出去，不想跟我一起住。小三又不甘示弱地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。我还看见了儿子用那张当初嫌弃的看着我的脸，看着他们吵架。大概是觉得丢人吧，他的面相也变了。从前我不让他吃油炸的垃圾食品，现在我走了，他毫无节制，脸和身材都胖了一圈，脸上还长了很多青春痘。这才几个月，他就玩手机电脑玩近视了，戴上了重重的黑框眼镜，驼着背毫无气场地站在那。这还是我的儿子吗？我惊出一身冷汗。我路过没做停留便走了，因为我很清楚，这个家从此不会清静的，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小三和陶旭安他妈竟然直接吵到了陶旭安的公司里，不止家里吵得鸡飞狗跳，而且还美名远扬，在公司出了名。一开始，陶旭安是被他的同事们在背地里嘲笑，被领导叫过去一顿痛骂。后来他的领导干脆让他待在家里，把家里的事解决好了再来上班，这不就是变相的辞退他吗？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被老东家辞退工作，可想而知下场会有多凄惨。果不其然，陶旭安被正式辞退后再也没找到工作。说来也好笑，一家之主就是拉不下面子，想要体面的工作，
但他这岁数，谁还会要他？他又看不上送外卖这些体力活，于是每天窝在家里。慢慢的，矛盾就从小三和陶旭安他妈2个人发展成了加上陶旭安这3个人。儿子不上学的时候，这狭小拥挤的家就变成了4个人，每天充斥着吵架声。陶旭安他妈忍不住了，率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小鱼呀，他话还没说出口便哭了。小鱼，之前是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回来呀？没有你这个家都不像个家了，每天爱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小鱼，你看在跟旭安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看在子晨还是你亲生儿子的份上，你回来吧，求求你了。旭安现在没工作不赚钱，每天在家里喝闷酒。那女人看见旭安没钱了，在家里摔摔打打的，我头痛得很呢。还有子晨，子晨现在学习一落千丈，你不在家，他都不好好学习了，你回来管管他吧。我假装诧异道：阿姨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跟旭安已经离婚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再说那个小三不是也怀孕了吗？正好给你再添个大胖孙子，这儿子啊，我就不要了。我这边还要养我舅舅留下的孩子呢，岁数跟子晨差不多大，都要中考了，我照顾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，就先这样挂了呀。说完没等陶旭安他妈开口，我就挂了电话。临挂电话前，我好像还听到了陶子晨迷茫的哭喊声：我妈不要我了，她给别人养孩子去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今天要去学校给外甥开家长会，初3开家长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至少有一个监护人到场。我没去给陶子晨开家长会，我想着没有他爸，也还有那个小三呢。家长会结束后，我走出教室门，揽着外甥的肩膀表扬他：你这成绩不错呀，再接再厉，肯定会考上全市最好的高中的，到时候小姑奖励你，带你去北京玩一趟。妈，陶子晨一个人在隔壁班门口孤零零叫了我一声，眼眶含泪，没人来给他开这次的家长会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了。可别管我叫妈，我受不起。中考结束后，我外甥卢家阳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。我喜气洋洋地在家打算带我爸妈和外甥一起去北京玩一趟，但听说陶旭安家里可就截然相反了，堪称是一片愁云惨淡。陶子晨落榜了，连最差的高中都没考上，以后只能去中专读书。陶旭安看见成绩后翻脸了，给了陶子晨一巴掌：老子花这么多钱供你上学，你就给我考出这个成绩？你妈在的时候，你成绩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中考一落千丈？陶子晨被打哭了。我也想好好学习，但是我妈把我补课班收走了，不让我去上。这拙劣的理由我都想笑。你每天上课干什么吃的？非要上那补课班？陶旭安说完踹了陶子晨一脚。都怪你这个女人！陶子晨跳起来指着小三喊道：都怪你！你每天给我买那么多玩具，还给我手机让我玩，我都没心思学习了。都怪你！小三本来在看戏，被知道后也不打算装了。你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傻子呢。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管只给买了几次东西，带你玩了几次的人叫妈，还那么说自己的亲妈？现在好了，你亲妈也不要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拿对付你亲妈那一套对付我，我可不会忍着你。小三嘲讽道。陶子晨双目猩红：你这个该死的女人，你滚出我家！你把我妈还给我！边哭边要扑过去打他。一旁的陶旭安赶紧拦住了他：你小月妈妈现在怀着孕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她不也是想让你高兴吗？
还不是你一点自制力都没有，成天就想着玩，不知道学习。陶子晨被推翻在地，愣住了。我才是你亲儿子，你站在小三那边打骂你的亲儿子，你不是我爸，我没有你这个爸。说完，陶子晨便跑了，抹着眼泪，踉踉跄跄的一路跑到我家。妈，你开门啊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不想跟着我爸了，他都不拿我当亲儿子看，我想跟着你，求求你了。他边哭边讲述在那个家受到的一切不公平对待，这一闹直接打破了我家欢乐温馨的氛围。我皱了皱眉，没打算理他，也没打算开门。从他管小三叫妈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有这个儿子了。我爸妈听说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此刻也都硬下心肠，不打算开门。小白眼狼现在知道叫妈了。我妈冷冷地说，一旁我的外甥卢家阳却有些不忍心，开了门。妈，陶子晨一声妈刚叫出口，一看开门的人是我外甥，顿时不出声了，默默流着眼泪。他没死心，冲进房子里，抱着我的腿哭。妈，我错了，你是我亲妈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他此时脸已经被他爸扇肿了，流着泪的样子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不是你说的，你再也不会管我叫妈吗？你不是宁愿认一个小三当妈，都不想让我当你妈吗？我冷笑道，不是的妈，我现在知道你才是真的对我好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伤了你的心，我以后不会了。他继续哭着哀求道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，有些话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。当初你站在你爸那边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一个小三也能让你扬个笑脸叫他妈。当时我就知道我这么些年白养你了，还平白养出个仇人出来。现在好了，我跟你爸离婚了，你归你爸管，我不会再管你，但该给的钱我也一份不会少你，你放心。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说完我没再理他，进屋了。漫漫人生，这或许是我能教给他的最后一个道理。不久后，我听说小三生了一个儿子，他们家高兴没几天，小三就带着儿子跑了。临走前留下一句，儿子不是陶旭安亲生的，还对他们一家大骂特骂，说他早就受够了，他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受气的，还骂陶旭安现在连钱都赚不到了，还养什么小三，骂得陶旭安一家哑口无言。听到这我真是笑了，也就只有陶旭安这么蠢的人拎不清。40岁的人，年轻小姑娘跟他图什么？图他年纪大，图他不洗澡，笑话，还不是图他那点钱。当他没钱的时候，我看这真爱也不过如此。几年后，外甥成功考入北京一所好大学，走之前意气风发地说要带我们一家去北京定居。我听后笑了笑，没真把这句话当回事，但有这份心便是好的。做人啊，还是要懂得感恩。陶子晨高考意料之中的没考上，早早辍学出来打工了。他爸每天开出租车赚钱补贴家用，这么多年也一直没再找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的生活是一滩死水，毫无波澜，但我的日子还有很多奔头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